体育白痴大熊成了运动健将，孩子王胖虎却变成了爱哭鬼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未来百货公司的送货员正在送货，这个订购单写得十分潦草。虽然时光机提醒他这里不是1998年，但这个不太负责任的送货员还是把货物投放在了这里。货物是个圆球，一路滚到了小熊的玩具楼里。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11年，是90年代初时作者幻想中的未来，大楼可以像热气球似的一层一层的飘在天空。大熊的儿子小熊在跟小伙伴们打橄榄球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颇有尽像当年的风范。虽然小熊为队伍赢了不少分，但他们队还是因为吉米和小吉的不给力而输给了对手。吉米是胖虎的儿子，小吉是小夫的儿子。比赛结束后，小熊追着他俩无能狂怒，吉米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委屈的大哭。他说自己不喜欢橄榄球这样剧烈的运动，风水轮流转，谁能想到孩子王的儿子竟然这么温和。小熊回家后，因为房间太乱，被妈妈静香训斥了一番。他房间里还有大熊当年的书桌，不过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古董了。这时胖虎带着吉米来找小熊教他橄榄球，他一直哭哭啼啼的，让胖虎不禁怀疑这小子究竟是谁的儿子。胖虎把吉米交给静香后就回去看店了。吉米委屈巴巴，在外面被小熊骂，回家了还要被爸爸骂。小熊也觉得自己刚才做的不对，于是邀请吉米一起玩，想帮他忘了不愉快的事。吉米却说要帮小熊整理房间，小熊连忙拒绝，并拿起那个送错到这里的圆球要送给吉米，但吉米却百般推辞，怎么都不肯要。话说他爹当年的名言可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你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。最终还是小熊硬把球砸给吉米的，于是这小家伙又抱着球哭着回家了。静香看到吉米哭着回去，就来教训小熊。这时哆啦美从书桌中出来了，静香看见他非常高兴，这是小熊第一次见到哆啦美。另一边，吉米走到半路，发现这个球似乎是可以打开的。当他掰开球之后，里面蹦出来一只迷你多拉。哆啦美是来找未来百货公司错送来这里的货物的，原来是小时候的大熊订购了一只迷你多拉，但他填订单时字写的太潦草，导致送货员将货物送到了20多年后的野比家。但静香表示没收到什么东西。刚开始小熊也不清楚哆啦美说的是什么，回到房间后，他才意识到哆啦美在找的就是那颗圆球。吉米带着迷你多拉来到小吉家，小吉因为一直说迷你多拉是狸猫，被收拾了一顿。此时他老爹小夫睡午觉醒来了，小夫看见了迷你多拉，以为是个长得很像哆啦 A 梦的玩具。他想起了小时候那些用哆啦 A 梦神奇口袋里的各种道具冒险的日子。小夫长大后成了日理万机的公司社长，每跟孩子们说几句，他就要飞去国外开会了。这时吉米想起在装迷你多拉的圆盒里有一本说明书，他们翻看了说明书才知道这小机器猫名叫迷你多拉，并且还可以拿出各种道具。两个孩子不禁联想起刚才小夫说的话，那些一定是能去冒险的道具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发现迷你多拉已经撒欢跑了出去。小家伙一路跑到了商场卖铜锣烧的地方，小吉就买了一包铜锣烧给他，吉米细心的喂了一个给他吃。迷你多拉吃完铜锣烧后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迷你的任意门。小吉左看右看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他打开门，门里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海滩。他伸手试了试，真的可以摸到海水。小吉的大脸吓到了在海里嬉戏的妹子，被泼了一脸水。两个孩子拿着任意门来到空地研究。小吉再次打开门，发现了小熊的身影，决定要捉弄他一下。小吉快速打开门，大叫一声笨蛋，还绊了他一脚。小熊听见声音，四下寻找，也没找到半个人影，但他知道一定是吉米和小吉搞的鬼。很快他就发现了小吉悬在空中的大脸，他非但不害怕，反而立即抓住小吉的手，拖着他快速奔跑。小吉被他这么虎的操作吓得连忙跟迷你多拉求救。迷你多拉用迷你雷云在小熊头上刮风下雨，但没想到他完全不 care， 双方一直在角力。但小熊可不会再任由他们捉弄了，他直接冲向他们的所在地。小吉和吉米连忙在胖虎的超市附近找了个仓库躲起来，但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，小熊就头顶着电闪雷鸣出现了。这个自带血雨腥风的男孩一把抓住他俩。后来吉米和小吉把喂给迷你多拉铜锣烧，他就会拿出道具的事告诉了小熊。他们决定先玩一玩这个有趣的机器猫，再还给哆啦美。迷你多拉拿给他们迷你竹蜻蜓，但这玩意儿无法承
载他们的体重只能像个飞不起来的大飞机低空扑腾。后来他们又一起仔细研究下说明书，了解到迷你多拉还有穿越时空的时光机，孩子们用迷你空气炮互相玩乐。德拉美在查看监控时，终于发现了迷你多拉的包装原盒。她一路追踪过来，发现孩子们把迷你多拉藏在了仓库。她告诉孩子们，胡乱使用迷你多拉是会出问题的。可孩子们还没玩够呢，他们不想归还迷你多拉，但最后吉米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还给迷你多拉。可这时却突然窜出一只蟑螂，把多拉美吓个半死。小熊趁机把小伙伴们拉走了。孩子们逃进了胖虎开的超市，并让迷你多拉拿出道具，帮他们避开多拉美。小家伙拿出了迷宫机，超市瞬间变成了偌大的迷宫。孩子们跑得气喘吁吁，也没找到出口。于是他们又让迷你多拉拿出可以乘坐的道具，带他们逃出超市。可迷你多拉拿出来的东西都很迷你，他们根本坐不进去。这时小家伙终于拿出了关键道具缩小灯。多拉美用灵敏的鼻子耳朵找到了他们的方位，可他在破坏迷宫机的时候，孩子们已经用缩小灯把自己变小，乘坐迷你多拉拿出来的宇宙飞船溜走了。多拉美找不到他们，只好通知各位家长了。几个拯救过世界无数次的大人们顿时心急如焚，而另一边孩子们已经被飞船带着潜入了海底，不知要去往哪里。飞船撞击海面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，孩子们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迷你多拉叫醒了他们，向外看去，四周一片漆黑。后来几个熊孩子在视窗上看见了鲨鱼，才知道自己在深海里。这时飞船的舱壁开始出现破裂的声音，孩子们意识到由于这里是深海，水压很大，水会冲进来的。更糟糕的是能源也不多了。小吉和小熊还没有很慌，让迷你多拉拿出道具不就可以解决了吗？但吉米告诉他们，刚才的铜锣烧是最后一个，只有为他铜锣烧，迷你多拉才会拿出道具。他们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就在这时，飞船也开始出故障了，他们吓得抱作一团，开始哇哇大哭。迷你多拉一脸懵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另一边的家长们也很着急，胖虎甚至急得哭了出来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，小时候拳头梆硬的硬汉，成家立业后却变成了爱哭鬼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大雄下班回来了，他一脸睿智，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知道孩子们的行踪。原来是大雄事先知道了小时候的自己会引起这起事故，所以早就给了小熊一颗联络珠，并叮嘱他随身携带。哆啦美连忙用联络珠联系了小熊，孩子们燃起了希望，停止了哭泣。但由于他们现在太小了，所以哆啦美无法立即找到他们。哆啦美教他们自救的方法，联络珠的定位显示他们现在在东京湾附近，再过去一点就能到达海底电缆。孩子们打起精神，以惊人的冒险天赋开始尝试操纵飞船，很快他们就成功开到了海底电缆。哆啦美却指挥他们继续下潜，孩子们很担心飞船快要裂开了，吉米已经吓晕了过去。这时飞船的能源也耗尽了，飞船的舱体开始渗水，孩子们连忙用身体去稳固。哆啦美一直在给他们加油鼓励，他告诉孩子们只要再坚持一会儿，等到了天亮，阳光就会通过海底电缆找到海底牧场，他们的飞船就可以充电了。在孩子们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昏暗的四周慢慢被照亮，是天亮了。飞船吸收了太阳能后，很快就自我修复完成，并且转换形态变成了海龟号，飞快地带着孩子们穿过重重鱼群回到了海面。家长们的潜艇也及时找到了他们。哆啦美用放大灯把它们变回原来的大小，孩子们终于跟爹妈团聚了。几个熊孩子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贪玩所犯下的错误，纷纷跑去跟哆啦美道歉，并把迷你多拉还给了他。大雄也坦然跟孩子们承认，是他小时候犯下的过失，才导致了这次的事件。这帮孩子不愧是流淌着几位大冒险家的基因，他们觉得这次经历还挺有趣的，甚至还想再跟迷你多拉玩。至此，这个意外事件就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圆满解决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迷你多拉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